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林晴。川习会倒数开始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还在冷战时，美国财长贝森特突然宣布，中美达成非常成功的协议框架 ，TikTok、稀土、芬太尼全谈进去了，看起来是缓和，其实每一条都掐着中共的命门。而更诡异的是，协议一出，北京股市立刻暴涨，官媒开心地喊合作共赢，可共军同一天又派轰6K 飞到台海演训，这哪是合作，这是边笑边把刀。就在这场缓和戏上演时，习近平也在变。英国经济学人统计他10年讲话，希望少了，信仰少了，多的是捍卫、保护秩序。说白了，他不想开放，他只想控场，这才是真正的信号。习近平从说理的人变成了指令的人。而另一边，川普却在升温。马来西亚铺红毯，日本天皇亲迎，还突然抛出一句：“我愿意再见金正恩。”这可是6年来头一回。一旦成型，整个东亚棋盘都要重新洗牌。中美握手是假象，习近平变调是真相，还是川普在下一盘更大的棋？这场川习金三角局会是和平的开始，还是风暴的序幕？中美双方在马来西亚达成了一项协议框架。美国财长贝森特称，这为川普与习近平的会晤奠定了非常成功的框架。这轮谈判内容涉及出口管制、关税暂停、芬太尼、农产品采购、稀土和 TikTok。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·格里尔说，我们正在敲定最终协议的细节，让两国领导人可以审阅并决定是否要共同完成这项协议。这是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对记者表示。华尔街日报报道称，中美双方在贸易谈判后都释放出积极信号，缓和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，为川习会的进一步讨论奠定基础。这将是川普第2任期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晤。对于美中两国延长贸易休战协议的问题，贝森特认为是，但最终要由川普总统来决定。贝森特认为，美国应该不会继续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额外的100%的关税，而中共也可能会将限制稀土出口的计划推迟1年。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，中美双方在出口管制、对等关税暂停期延长、芬太尼、扩大双边贸易、美方301船舶收费等5大领域达成基本共识。贝森特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本周采访时表示，预计中美关税休战将延长到11月10号之后，中国也将恢复对美国大豆的实质性采购。美国大豆农民无论在当前季节还是未来几年，都会对结果感到满意。美国总统川普在出席东盟峰会期间称，他对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非常乐观。川普说，我们已经同意见面，之后我们会在中国会面，也会在美国见面，地点可能在华盛顿或海湖庄园。据白宫消息人士透露，川普与习近平的对话议题将包括中国恢复购买美国大豆、台湾问题及地区安全、香港媒体人士黎智英案件，以及 TikTok 美国本地化交易安排等。贝森特在 NBC 会见新闻界节目中补充说， TikTok 交易细节仍在谈判中，预计两国领导人将于韩国会晤时完成最终协议。尽管本轮磋商释放出积极信号，但中美关系依然处于复杂的博弈阶段。眼下，这可能只是一种脆弱的缓和，中美对抗将走向何方，还需进一步观察。正值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在韩国会面的前夕，中共官媒央视军事频道在10月26号报道，共军轰6K 轰炸机飞往台湾周边海空域，展开模拟对抗训练。中华民国国防部10月27号早晨发布的24小时中共军事活动报告显示，自26号6点到27号的6点，侦获共机6架次及共建7艘，公务船1艘，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，似乎与中共央视报道的数架歼10战斗编队和多架轰6K 的内容有所出入。
不过中共媒体并未透露台岛周边海空域的具体位置。路透社报道，在中华民国国防部的报告中，近期没有关于共军行动的任何异常情况。在中共央视发布的影片中，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员姚密玲说道：“我们在云端俯瞰，台湾的海岸线清晰可辨，但从影像中无法看出是否能从空中看到陆地。”中华民国国防部认为，央视的报道宣传显然是一种以恐吓为目的的舆论操作。共军部分现代化轰六能发射搭载核弹头的弹道飞弹，其他轰六则能携带多枚长程反舰及公路飞弹。有些轰六具备空中加油能力，能从中国本土基地起飞后深入西太平洋打击美军基地等战略目标。轰 6K 就是一种可携带核武的战略轰炸机。军事专家曾有过分析称，若是中共武力犯台，轰6很可能会参与打击行动，例如配合飞弹打击削弱台岛防空能力，或是把飞机跑道炸出坑洞，使得飞机无法升空，再发射巡弋飞弹击毁这些飞机。台海安全是川习会的一个议题。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月26号表示，台湾无需为此次美中领导人会谈感到担忧。10月25号，中共官方举行了纪念台湾光复60周年大会。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称，两岸应努力实现和平统一。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当日晚间播出的接受2位台湾 YouTuber 专访时表示，和平必须依靠实力，强调其政府对提升国防预算的承诺。他说，我们有追求和平的理想，但不能幻想仅凭意志协议就能实现和平。中国经济在通缩泥潭中苦苦挣扎，与美国关系缓和给中共带来了喘息的机会，也让中国市场兴奋起来。就在 IPEC 峰会登场在即的时刻，中共党媒《人民日报》10月27号刊发文章，试图把习近平的形象与开放联系起来。文章声称，从历史角度看，开放是密码，开放才能合作，这是亚太合作的成功经验，所以习近平才说，开放是亚太合作的生命线。习近平明白，与美国硬杠，中共撑不了几天，重振经济还要和美国缓和关系。这不，中共官媒新华社10月26号爆出，中美双方形成了初步共识消息的第2天，中国股市就沸腾了。10月27号 A 股3大指数集体走高，沪指逼近具有心理意义的4000点。截至收盘，沪指涨 1.18%， 报 3996.94 点；深证成指涨 1.51%， 创业板指涨 1.98%。全市场成交额 2.36 万亿元，超3300股上涨。与美国缓和关系是中国经济走出通缩、走出低谷的关键。作为经济风向标的股市的涨落，就说明了这一点。然而，开放只是中共陷入死局、进行突围的一种手段。中共关心的还是能不能当上世界老大。所以，到头来，习近平还是要跟美国图穷匕首见。英媒《经济学人》10月26号报道，川习会即将在10月30号登场，这将是6年来两人首次面对面会晤。在这6年之中，习近平的变化非常明显，他似乎变得更加自信果断，在谈判桌上成了一位难应付的领导人。他的喉舌不是 Truth Social， 而是中共党媒《人民日报》。《人民日报》详细记录了习近平所有的言论和文章，从2013年至今，相关内容累计超过2000万字。分析人士仔细研读这些海量资料，以寻找线索。经济学人则采用计算机方法，使用演算法将习近平的话语拆分成独立词语，并分析在历年讲话中出现频率的变化。习近平强调的强国，在2013年相关讲话占比 7%， 今年上升到 23%。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，从 0% 上升到 10%。他今年向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多位领导人重复使用这个说法。中华民国伟大复兴的说法从 1% 升到 15%。
习近平谈论台海的频率也从4%升到7%。英媒报道称，可以明显看出，习近平正加速推动中共成为科技中心。从2013年至今，频率增长最多的词语是高质量，出现在40%的讲话中，而10年前仅为3%。这体现了他希望中国经济增长来源于技术创新。习近平频繁提及数字，从1%增到14%，和科技从17%增到27%。尽管他也谈到电动汽车和无人机，但更关注的是人工智慧。今年，人工智慧在习讲话中出现的频率达到13%，而早前几乎未曾提及。使用频率下降最多的词是希望，从2013年的47%降到今年的24%。现在它更倾向于治理，从11%升到29%。习近平关心的也比以前少了，从19%降到9%。2013年，他曾对一位店主说：“人民能安心吃饭，就是我最关心的事。”今年再没有这类与民众交流的场景。习近平不再像以前那样强调奋斗，从53%降到38%，或信仰，从21%降到8%，转而更强调捍卫，从2%升到17%，和保护，从35%升到49%。习近平现在看到的中国问题比以前少了，从52%降到36%，而秩序更多了，从4%升到17%。如今，习近平不太强调理解，从24%降到5%，而更喜欢指出，从46%升到69%。讲话中讨论的频率从16%降到6%，意见也从25%降到10%。2013年，他在博鳌论坛对商界领袖说：“我愿听取你们的意见，和你们沟通。”今年，他主要与外国元首交流，自我批评在2013年虽然只占1%，但今年在他的讲话中彻底消失。英媒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：习近平的发言方式更像是一位处于权力顶峰的独裁者，但自信与傲慢之间往往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。这种心态是封闭的，唯我独尊的，所以习近平是不受欢迎的。这和川普的广受欢迎恰恰相反。《华尔街日报》对川普广受世界各国领导人欢迎泛出醋意，说他们迎接川普有着一套固定模式，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。例如，川普10月25号抵达马来西亚吉隆坡时，东道国派遣一架 F-18战斗机为空军1号最后的进场护航。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·利伯拉辛在舷梯下等候川普，旁边还有仪仗队和数十名载歌载舞的民众。川普特意邀请安瓦尔进入那辆被称为野兽的总统专车，一同前往吉隆坡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。在柬埔寨与泰国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上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表示，川普理应获得诺贝尔奖，而安瓦尔则称赞川普坚韧有勇气。柬埔寨和泰国的和平协议是在美国帮助下最终敲定的。白宫发言人安娜·凯利写道，总统川普实际上已恢复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地位，外国也热衷于在川普的领导下加强与我国的关系。东南亚国家曾经是习近平“一带一路”的重点布局区域，然而12年过后，曾被视为中共大国崛起的东南亚出现越来越多债务与主权的阴影。如今，他们明白要疏远中共，靠近美国，这是川普在吉隆坡格外受到热烈欢迎的主要原因。川普10月27号傍晚抵达日本羽田机场，官方长官木原忍出来迎接，并与木原忍握手拍照。接着，川普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前往东京都，再转乘悬挂美国国旗的专车前往皇居。日本读卖新闻报道，川普抵达东京皇居时，德仁天皇亲自在寓所玄关处笑脸迎接，双方握手致意。此次会见是双方继2019年5月的再度会面。德仁天皇以英文向川普说：“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”川普回复：“谢谢。”
川普预计10月28号在东京迎宾馆赤坂离宫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晤，并共进午餐，接着视察美国海军横须贺基地，并与商界人士会面。29号上午启程前往韩国。川普此次访日受到日方高度重视，已部署18000人进行戒备，并实施首度高速公路与一般道路管制，直到川普离开日本。除了与习近平会面，在这次亚洲之行启程前，川普公开提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晤。金正恩并非川普此次外交行程上的地区领导人。在乘坐空军1号飞往马来西亚的途中，川普对记者重申了他对于金正恩会面的开放态度，并请媒体把话传出去。川普说，朝鲜有很多核武器，但电话服务不怎么样。川普如果能与金正恩会晤，将是一项备受瞩目的额外安排，这将是美朝6年多来的首次正式接触。在此期间，金正恩大幅扩充了他的核武库，升级了武器能力，并与俄罗斯走得更近。朝鲜骇客从加密货币交易所窃取了数以10亿美元计的资金，为这个因为核计划而面临制裁的政权提供了急需的资金。在莫斯科的支持下，负责执行这些制裁的联合国主要小组去年被解散。川普对朝鲜的无核化非常关心。上个月，金正恩首次直接回应了川普的提议，表示愿意与美国讨论和平共处。不过，他明确表示不会考虑放弃朝鲜不断扩大的核武器计划。金正恩说：“我说，无核化是你们最不应该指望我们做的事情。”然而，川普的性格就是不放弃。他一再强调他与金正恩的密切关系，安抚金正恩。今年8月，韩国总统访问白宫期间，川普表示，如果可能，他希望今年能与金正恩会面。中美关系缓和，好像在中国经济阴霾密布的天空撕开一道裂缝，一缕阳光从裂缝中照射进来，给中国股市带来兴奋。但这种市场的喜悦能维持多久？会不会是昙花一现？还要看川习会的结果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